大熊丹知道拥有蓝胖子就是他的主角光环，不知道主角光环竟然还能被收买。小夫果然有钱就是任性，难道他要上位成为新的主角了？这世界上唯一能让蓝胖子把持不住的，就是小夫摆到他面前的这盆铜锣烧了。但铜锣烧成可贵，大熊价更高。就算小夫说可以用铜锣烧包养他，蓝胖子也绝不会抛弃大熊。听到蓝胖子的真情告白，大熊感动不已，两人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可是小夫居然上门讨债来了。虽说这20个铜锣烧的确是小夫让蓝胖子吃的，但人也没说不要钱啊，吐出来太重口，要钱又拿不出。小夫攻势一转，提出要蓝胖子拿道具来抵债，还戏精附体演了一出单相思。很傻很天真的大熊两人真的就信了，当即就掏出了友情胶囊，只要把胶囊用到原本得不到的那个他身上，再按下控制器，对方就会变成能为你玩命的铁哥们儿。这正是小夫想要的。大熊想着自己不用跟小夫一样靠道具交朋友，他自我感觉还挺良好的。殊不知躲在墙边的小夫已经下好了套，一按下控制器，蓝胖子就开始抽风，扔下大熊转头奔向小夫，那架势跟10年没见似的。看到小夫手里的遥控器，大熊就知道蓝胖子这是被自己的道具给坑了。他来不及多想小夫是怎么操作的，冲上去拖住蓝胖子不让走。看蓝胖子迟疑了，小夫又加大力度来洗脑蓝胖子，大熊只能看着250斤的铁拳招呼过来，目送两人离去。小夫带着蓝胖子遇到有事没事就要大熊的那条狗食，又装出一副矫情的样子，要蓝胖子给他出气。无奈之下，蓝胖子只好带上狮子嘴巴，一声河东狮吼，把狗吓得屁滚尿流。小夫还没过瘾，有了蓝胖子的竹蜻蜓和任意门，以后想上天就能上天，想下海就能下海。可想而知，大熊看到这一幕得有多憋屈。现在的小夫见着胖虎也不怂了，甚至还故意惹恼他，好让蓝胖子拿出拳击枪，打得胖虎空中转体3周半才飞出去。连胖虎都不是小夫的对手了，大熊要如何才能夺回蓝胖子呢？当惯了小弟的小夫，这回说什么也得当一次大哥，谁不乐意就让蓝胖子收拾他。可还没等他说服蓝胖子，就被小伙伴们团团围住，开始了惨无人道的群殴。蓝胖子本来都出手了，控制器却意外的被踩坏了。清醒过来的他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，只留下被打得体无完肤的小夫。蓝胖子和大熊重逢后才知道自己身上有友情胶囊，可是浑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没找着。就这一会儿功夫，小夫又把控制器修好了，蓝胖子再次被洗脑，追着大熊捶出了3个大包、2行眼泪和一颗破碎的心，领着蓝胖子回了家。小夫先是继续用道德绑架的手段，让蓝胖子拿出了学习机器人帮他写作业，接着还要能造钱的、能当歌手、明星的道具。还好控制器又失灵了，等小夫费老大劲儿把控制器修好，蓝胖子已经抓住机会跑路了，然而却因为太心急而一头撞到相扑大哥身上，当场晕倒在地。大熊正好路过，发现友情胶囊居然就粘在了脚底板上。见蓝胖子醒来，大熊随手把友情胶囊一扔，又跟之前一样如胶似漆的了。追过来的小夫按下控制器，可是迎接他的并不是250斤的蓝胖子，而是500斤的相扑大哥，把他抱在怀里，说什么都不肯松手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最萌体型差吧？要是这次的道具让大熊来用，大家觉得他会用在谁身上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虽说大熊和静香也是老夫老妻了，大可不必还在上小学就坦诚相见，开心的荒岛游泳，咋就变成了荒岛求生呢？看到路过的一家人开开心心奔向夏威夷，小伙伴们深深的叹了一口气，难得的暑假却去不了海边，连土豪小夫的计划都告吹了。家里的蓝胖子热得满头大汗，旁边还放着一张巨大的树荫照片，倒是有点望梅止渴的意思。大熊刚躺下就响起了一声炸雷，照片上竟然下起雨来。大熊还在发呆，蓝胖子就已经换了个台。其实这是实景画框，只要调整旁边的旋钮，在家就能看到各种地方的风景，什么雪山、丛林、海边都不在话下，而且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只不过隔了层屏幕。大熊一寻思，二话不说就把屏幕给拆了下来，这下能直接到海边去了。大熊在乱用道具这方面可真是个小天才。很快大熊就把小伙伴们都叫了过来，老妈看到他们也十分欣慰，以至于忽略了在2楼游泳是不是哪里有问题。开启退休模式的蓝胖子可没精力跟这帮熊孩子闹，看着他们一个个穿过画框去了海边体验包场的快乐，小伙伴们兴高采烈地奔向大海。热到生无可恋的蓝胖子却只想躺平，
胖虎和小夫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静香试了试也下了水，三人和各种海洋生物一起游了一圈。大雄却像个老干部一样背着手在旁边看，实际上就像小夫说的，他压根就不会游泳。一看到蓝胖子正在偷偷给自己开小灶，大雄赶紧回去蹭吃蹭喝。可就这一会儿功夫，胖虎他们就玩上了打西瓜，而且还一发入魂。接着是沙滩排球，胖虎接球时脚下一滑栽进沙子里，小夫绷不住了，狂笑不止。胖虎以脚还脚，把小夫也砸成了倒栽葱。大雄突然想起这会儿新番开播了，干脆把偷懒发挥到了极致，直接调整画框坐标去客厅看电视。然而小伙伴们都是奔着海边来的，没谁这时候还对电视感兴趣。大雄一看这招没用，又调出了森林里的大猩猩，小伙伴们依然无动于衷。大雄换来换去，换到雪山又开始吆喝，结果被嫌弃了。静香也没搭理他，可媳妇儿毕竟是媳妇儿。没过一会儿，静香良心发现，可就正好撞见刚方便完神清气爽的大雄，尖叫着跑了。大雄急得一边提裤子一边追，结果一头撞在画框上不省人事。到了黄昏，小伙伴们正在一起欣赏夕阳，却突然响起卖竹竿的吆喝声，实在是毁气氛。买菜回来的老妈看到一地的泥脚印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门一开就把画框扛出去丢了，按钮被震动，画框竟然消失了。没心没肺的大雄一听到有海豚，转头就去凑热闹了。这时小伙伴们才发现开始涨潮了，可画框却不翼而飞，水越涨越高，大家却束手无策。竹竿大叔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大雄膀胱一扫，原来画框竟然在天上。胖虎一把把小夫举起来，奈何五短身材的他连个边儿都碰不着，水井淹没到了胸口，大家只能呼救了。蓝胖子一个机灵翻身起来，可是屋檐正好挡住了画框的位置，他只当自己是中暑了，产生了幻听。转机出现了，4根竹竿伸进了画框里，让大家得以顺着竹竿往上爬。见大雄差点掉下去，胖虎男友力爆棚把他拉了上来，这下终于都得救了。目送小伙伴们安全回家的大雄是高兴了，老妈可是肉疼的不行，莫名其妙花钱买了4根竹竿，这下可得给大雄算总账。如果小伙伴们也有这个相框，想去哪里旅游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厉害了，竟然迷上了中国的修仙，瀑布的冲刷强化我体魄，腾云驾雾净化我心灵。大雄这是要斩断红尘了吗？好好的5一小长假，大雄却被老师特殊关照，安排了成吨的作业，但他一点也不慌，满心只想着玩。此时的小伙伴们正在空地上商量着今晚的露营食谱。大雄一来就打听今晚的计划，当听说今晚去露营地住别墅后，大雄兴奋地表示自己也有空。可胖虎却担心起了大雄成吨的作业，情敌学霸趁机插话，让大雄以学业为重，媳妇儿还不忘补刀，让大雄好自为之。大雄迈着丧偶的步伐回到家，一开门又遭到了女帝老妈的一声吼：城里人套路深，俺要回火星。大雄渴望去深山过无忧无虑的日子。蓝胖子感觉大雄都快成仙了，可大雄却连仙人是啥都不知道。蓝胖子只好拿出一个箱子开始讲解，在中国有一些不问世事修真成仙的人，他们还会腾云驾雾、修口碎大石之类的奇招。大雄也想当仙人，可蓝胖子表示那都是传说啦。可蓝胖子手里拿的不就是成仙的道具吗？蓝胖子不给，大雄直接上手去抢，还以作业为掩护，只要有了法力，作业还不是分分钟搞定吗？眼看说不过大雄，蓝胖子只好把道具借给了大雄。大雄通过任意门来到了仙气飘飘的修炼地，先是用打气筒造了一个仙人之家，而后进入屋子，打开了道具箱，拿出神仙机器人，让仙人教他不费功夫就能学会的法术。但仙人脸色一变，对着大雄就是大棒80。看大雄不服，仙人又是一套大棒80，小棒40，气得大雄带上竹蜻蜓就要送走这个假神仙。可神仙举手间就能翻云覆雨，一道闪电把大雄电得外焦里嫩，香气飘飘。这下大雄终于学乖了，态度谦逊的诚恳拜师。而第一课就是腾云术，大雄直接蹦上筋斗云，还没站稳就摔了个屁股蹲。看来大雄还是心有杂念啊，只能先从心无杂念开始修行了。可对于睡神来说，心无杂念什么的简直不要太轻松，这给仙人气的直接一波电疗攻击。仙人让大雄自己修炼，可平时这个时候大雄都是睡觉、点心加电视。大雄决定先逃再说，可任意门却凭空消失了，看来不修成仙是别想离开这里了。大雄一听仙人要带自己吃神仙的食物，手脚灵活的都能徒手攀岩了，
可到了谷底才知道，神仙的食物就是晚霞。大雄学着神仙那样猛吸晚霞，差点没给自己吸缺氧晕过去。第二项修炼就更狠了，恐高的大雄往下一看，整个人直接晕了过去。接下来是求上走人，却被大雄练成了求追大雄，还有强壮体魄的万猪奔腾。最后是瀑修法，让大雄接受瀑布的洗礼。又冷又饿的大雄一心只想着逃，可刚爬上墙就被神仙阴了一手，又下回了瀑布。经过一天的洗礼，大雄终于变呆了，成功坐上了筋斗云。突然一阵香气飘来，原来是飞到了小伙伴们的露营地。眼看亲夫来了，静香兴奋的就要上去相拥，可脚下一滑，群体风光无限好，神仙瞬间不淡定了，直接从云上摔了下来，晕死过去。大雄这才恢复了心智，虽然大雄也摔得很疼，但能见到媳妇儿，这点痛又算啥呢？那么小伙伴们，有人也想用这个道具修仙吗？